线上的家人朋友们平安，我是梦幻厨房在我家的 Vivian。 之前分享过素烧萝卜，很多朋友都交作业了，都说真的不错吃耶。最主要是萝卜正当季哦，特别好吃，而且价格真的很便宜。今天就再来一道萝卜料理，一样是没有肉，如何炖出好喝鲜美的萝卜汤呢？我自己是觉得这样炖呢，好喝又清甜，无肉一样可以炖出浓白汤头的萝卜汤哦。只要里面加点可以提鲜的食材，一样可以做出非常好喝的萝卜汤。重点是做法真的非常的简单，备料也超级简单。废话不多说，赶快来准备材料的部分。所有材料配方就请大家自行萤幕截图，文字食谱的连结我也会放在资讯栏当中，需要的朋友点开资讯栏就可以看到。首先把去皮的白萝卜刨成细丝，我觉得刨细一点口感比较好，也容易煮软煮熟透。那当然如果你个人喜欢粗条的话，也可以手切成粗条。今天这个萝卜丝汤我里面一样会加入生的白米一小撮，生米呢主要可以去除白萝卜的那股臭青味，就是所谓的萝卜生涩味，加入一点生的白米就会有这个神奇的效果。再来介绍提鲜的干货，这个是择一就可以了，不用全部都加，像是干的干贝、干虾米或是虾皮都可以，主要就是提鲜用。翻一下自己的冰箱，有什么就用什么。再来这个食材就是鸡蛋，等等要把鸡蛋给煎过，有油脂有蛋白质，再加上滚沸的动作，这个就是乳化的效果，可以让汤头带着浓白色。我今天用瑞典主厨秘密的制化铁锅，先热锅热油来煎个鸡蛋，鸡蛋可以是荷包蛋，就把荷包蛋的两面煎到两面金黄，最好煎到有点酥酥香香的。这个铁锅能很轻松的做到不粘，只要掌握原则，就是锅烧热，然后加入不要太少的油，油烧到产生油温再下食材，保证可以不粘。如果不喜欢荷包蛋的，可以打成全蛋液，做成普通的煎蛋，一样油不要太少，把蛋的两面呢煎到金黄上色，然后火力也要足够，有点像烘蛋的概念，把蛋煎到蓬蓬的。因为这是2颗的分量有点大，我们就把它分割一下。铁锅的优点呢，就是不怕铁铲，可以铲子直接在锅里面分割就好，就切成自己喜欢的大小块状。我大概就1分为4。煎蛋就可以暂时起锅备用，原锅不用洗，直接加入虾皮，就把虾皮看胖爆香一下。炒到虾皮的外表微微的金黄上色就可以，接着直接加入白萝卜丝，把白萝卜丝跟虾皮整个翻拌均匀。大概就是炒到白萝卜丝有点半透明状，接着就可以倒入热水，然后把煎好的鸡蛋也放进去，一小撮的生米也可以这时候加。整锅煮到大滚之后，这时候火力可以稍微调小一点点，但也不要太小哦，大概是中火，因为要让汤呈现滚动的状态，这样子才可以让汤头变得比较白哦。因为汤头变浓白就是一种乳化，除了需要蛋白质跟油脂以外，就是需要滚沸的动作，让2种物质摩擦产生乳化，大概煮个10分钟左右，浓白汤头就出来了。如果喜欢肉的，可以加点五花肉、肉片，还是猪脚肉都可以，甚至炒萝卜的步骤加上一点点的猪油，汤头就会更白哦。带点动物性的脂肪，绝对是会更香的。最后可以撒点胡椒盐、白胡椒粉，调个味，白萝卜跟白胡椒粉特别搭，然后可以淋上些许的冷压芝麻油提个香，最后点缀一点芹菜、香菜，可以更凸显白萝卜汤的美味哦。超简单美味的萝卜汤就完成了。
最简单的萝卜汤等你交作业咯。食谱分享，别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然后记得分享给亲朋好友，让他做给你吃。耶稣爱你，我也爱你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수평선을 건너 우주 끝까지 가볼게 With you 마지막 순간까지 너와 저 수평선을